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。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我竟然为了几罐保养品，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，真又是小看了我自己，更是小看了大老板。男人喜欢女人，虽然不用像小莲那样搞排场，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。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？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，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，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，充其量只是为了丰腾集团的面子和里子。不过擦了几天乳液，软绵绵的，手感比以前好多了。话说回来，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？怎么就没人搭理我呢？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。要是有人追的话，哎呀，大老板，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？别闹啦！我怎么会想到大老板？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等考上 CPA 之后，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，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，迟早会疯掉的吧。哎，珊珊，哎，阿梅，早啊！早，来，哎，这个你也参考一下吧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员工旅行的资料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分团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行的机会。哦，今年也要去啊？对啊，今年老板办公室啊，原本抽到的是跟人事部和研发部的行程，但是他说不想跟着去，所以就决定跟财务部一起去啦。珊珊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嘞。大老板也要去？那你们是去旅游没错，我是去修行的吧？除了挑菜，还得当扛夫。你们去玩，我去可太辛苦了。阿妹啊，那个，好像这个员工旅游需要满1年吧？不满1年的员工自己补贴金额也可以去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我现在手头有点紧，不能再花钱了，所以就你们去吧，玩得开心来啊！太好了，赚到一个周六在家里睡大觉。可是老板已经替你缴费了耶。啊？所以珊珊，那礼拜6 7点见啦，拜拜。你知不知道，今天大老板会和我们财务部一起去旅行？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大老板不是一向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？这次怎么这么心血来潮？难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？应该是某人的面子够大吧，托他的福，我们才可以和大老板近距离接触啊。哎，
对了，阿佳，你未满年资吧？未满年资怎么了？就算是贴钱我也要去，因为大老板要去啊。哎，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，还没见过大老板几次，每次都只能远远的望着他。哎呀，别说是你啦，像我们不也都这样吗？哪像人家珊珊呀，直通天庭，天天在圣上面前行走。哎呀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吧。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我的，看来我真的是生在苦中却被看成是福。也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老板要跟我一个团，肯定是怕外面有他不爱吃的东西，所以要我这个免费的长工，随时随地的帮他挑菜。老板，那个，看中什么菜，都是你的。不是，那个，关于那个员工旅行。员工旅行怎么了？员工旅行，我不想去。哦，不想去。天哪，我居然说出口了！那是想留下来考试。考试？老板，能跟你一起旅行是我的荣幸，我后天一定准时到啊！7点集合对吧？那我就故意迟到半个小时，等到7点半甚至8点出现。集体旅游肯定不会等我一个人，到时候大伙儿走了可不怪我呀，到时候我就怪上海的交通好啦。这是属于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，而不是我主观意愿的问题。所以接下来只要到警卫大叔那里报道一下，那就有目击证人了。哎呀，保安大叔，他们都走了是吗？哎呀，我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小时啊，我怎么这么帅呀？哎呀，我的员工旅游啊，我的人生真是太悲惨了，我期待已久的旅游啊，再见了。珊，哎呀，珊珊，你怎么还在这呀？我们都等了你1个多小时啦！哎呀，好了嘛，别愣在这了，我们快走了！哎呀，快走了，走了！你们还愣在这干嘛呀？啊，珊珊来了，来，珊珊快！大家好，这位上各位知道啊。来，珊珊快坐呀，坐这边，愣着干嘛呀？就这儿，快。老板早啊，老板。不早了。大老板该不会真的等了我1个小时吧？老板，那个，不是说是7点出行的吗？你听错了，我没有啊。既然是7点钟，那你为什么8点才到？薛珊珊，你这个白痴，这么问不是摆明故意迟到了吗？其实我想说的是，7点集合，为什么你们还没走啊？对呀，老板，你说的对，是8点钟集合，是我记错了，我记错了。阿妹，阿妹，到
到底是几点集合呀？不是说7点集合吗？哦，本来是说7点的，然后老板说太早了，就改到8点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。奸商，奸商，奸商！真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珊珊来迟了，却发现风腾还在等。老板，这个包怎么能让您亲自拿呢？我帮你拿吧。我还亲自上厕所呢。没关系的，我来帮你拿吧。我身上不背东西，老觉得不踏实。我来帮你拿吧。我帮你拿吧，没关系的。那女孩是谁啊？哦，我路上不是跟你提过吗？就是给我献血的女孩子，叫薛珊珊。你跟我说她挺特别的，我感觉挺一般的，哪儿特别了？我可喜欢她，特别吧？还特别扭啊？走啦。李叔。哥。陆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公出差了，带着投资部的人去海南，难得哥哥选的旅游地点近，我就带着我的好朋友丽叔一起来了。走吧，在这儿聊着。走吧。陆小姐，丽叔小姐就是你的姐妹淘啊？这是丽书店的老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那天路过丽书店的时候，看到那个著名主持人向丽书小姐求婚，她仗势可大了，还有很多媒体在那报道呢。你都知道啦？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啊都会被名利左右的，对吧？丽书呢，从小就跟我还有我哥一起长大，我们是特别好的姐妹，跟我哥呢就像哥们儿一样。果然，老板的哥们儿也是老板。先过去一下啊。我哥让你替他背包啊？没有，这是我主动要替他背的。他没有拒绝吗 ？Oh my god！ 天哪，他最讨厌别人碰他东西了，他会爆炸的。这是我抢过来的，是将不功补过用的。不会吧？你那么怕他呀？难道他没有像……没有什么，千万别说是想把我炒了。没有对你好一点吗？我回头说说他。不用，风雨小姐，这种事情不用你亲自去说，而且老板那么忙，他哪有心情管我呀？万一你说了什么，他一个不悦，我除了挑菜背包，搞不好还得帮忙擦鞋、捶背。珊珊啊，我跟你说，女人呢最幸福的就是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过日子。虽然工作很重要，但这世界上呢还有很多事比工作还重要，对吧？我会加油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原来你喜欢这种女孩啊？怎么也不跟我介绍一下呢？这不是让你们碰面了吗？所以你今天呢，不是叫我出来玩的，是让我来当亲友团鉴定女朋友的。我和她还没有正式交往。如果非要鉴定的话，我觉得她似乎，还好。我还就是喜欢她的还好。你不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和家庭背景、经历、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吗？我只要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，她只要负责还好就好了。
起来倒是挺懂事乖巧的。那你为什么让人家帮你拿包啊？像佣人一样，你不心疼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他那是在守护自己的食物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许珊珊，喂啊！人呢？走小路。你可以啊，速度不减当年啊！难道我还不如你？来，你没有看见他呀？哎呀，都几点了？就是啊。哥，你看见珊珊了吗？他没有回来吗？这儿也没有人。你们看见珊珊了吗？没有啊。我打个电话吧。没人接。哎呀，他不会出事儿了吧？
你怎么了？我脚扭到了，好疼！不行。怎么办？好疼啊！动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我背你。 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。老板，要不你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走。感觉你流的每滴汗都在嘲笑我的体重。嘲笑你怎么了？就是嘲笑你自不量力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 薛珊珊，对不起。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？ 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，所有温暖都在不经意中难言。当你觉得害怕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什么错误啊？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。 深深的爱上你，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。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，却什么都不做。爱是风中的诺言。什么意思啊？ 这可不像是一个老板对员工说的话，更像是童话故事里白马王子跟公主说的话呀。除了前锯腓韧带有些挫伤。 其他结果呢都很正常，没事。医生，那个前锯是古文吗？就是脚扭伤的意思。多久能好？好好休息的话，也就1个星期吧。谢小姐今天就可以出院。如果想在医院待几天也可以。啊，回家！这医院住1天得多少钱啊？ 应该挺贵的吧？我回家买个膏药，贴个3、5天的就能好。光付医药费，脚好了，命都没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就请护士帮忙办理出院手续吧。好。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我知道这应该算工伤吧，而且对你来说9牛1毛。 但我不是财务吗？为公司省着点也总是好的呀。吓死我了你！你这脚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，就是扭伤了。脚扭伤，你跑什么 VIP 呀？你其他是我小姐搭错了，对不起，让她一个人落单，所以才会受伤。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？还真是挺莫名其妙的。这员工不想去旅游不行，去了又不照顾好人家的安全。这员工旅游不就是团队行动吗？怎么就让我们家珊珊落单了呢？就是。溜，别说。公司大老板，方腾集团的。
我说的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端，食物链的最终端，你注意点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不过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。既然是老板，那招聘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家珊珊的血型比较特殊。今天幸好是扭伤，万一出血了怎么办？老板的妹妹是千金，那我们家珊珊也是我们薛家的掌上明珠。溜溜，大老板，那个这是我堂姐薛溜溜，这位是我的闺蜜陆双怡。嗨。你刚刚说的没错，非常抱歉。人家大老板，人家是愿意负责任才留在这儿嘛，啊？跟谁撒气你也别跟大老板撒气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他以后怎么办？丽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郑琪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跟封腾比赛的时候比疯了，我也没想到他会受伤呢。你说珊珊啊？不是，我听说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扭伤而已，并无大碍的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明明知道封腾这个人急不得的，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找他比赛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迷路，你说现在怎么办呢？行了啊，别慌慌张张的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嘛。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我一见面你就慌慌张张的，我印象中的袁丽叔可不是这样。没事啊，就这么和人事部交代。怎么样了？珊珊好点没有啊？都是我不好。没事儿，要说谁的错，都是我的责任。郑琪，明天去韩国的事情可不可以先缓一下？哎，我还正想催你呢。美国艾索尔投资也对 KME 有兴趣，正在积极的与对方接触。我已经让严青稳住对方了，等你明天过去。没事的，你们去吧，珊珊交给我，放心。多谢。慢点。哎呦，行吗？你这个？慢点。1、2、3。哎呀，行了，来，先放这儿。到家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真不容易。哎呦，慢点儿。你不疼吧？不疼吧？你使点劲，好。好像你脚小。珊珊，我买了点水果，这放哪儿？啊，那给我吧。袁小姐，你看都折腾一天了，辛苦你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啊，我没事儿，平时这个时间书店也没打烊呢。哎，我记得王叔给你叫的那个看护应该是明天上午6点到吧？要不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，这样的话方便你有什么事叫我。这不行啊！这怎么？你看我们这房间这么小，谁说我们太小了？我们家房子地儿多大呀？再说了，我能照顾你，就不用麻烦你了啊！你就放心吧。是啊，那个双姨也能照顾我。其实，要不是风小姐坚持，连看护都不用的。不只是她坚持，我跟封腾都坚持。要不是我跟封腾比赛比疯了，也不会害你的脚受伤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再说了，这是公司集体活动，再怎么算也算不到你头上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就算是你把这笔账算到封腾头上，可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啊。珊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那谢谢你啊。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丽叔是在暗示什么？
还是我想多了？明天我要出国，照顾好自己。多照顾自己。老板也太奇怪了，自从在太湖背我之后，就像是被我上身了一样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，却什么都不做。不过，柳柳和双怡都说的有道理。那个袁丽书态度很明显，是吧？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现在有点能力的男人啊，明明自己已经有女朋友，却还是会不安分地对其他女人放电。刘承浩不也这样？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我一眼我就看出来是袁礼书自己上杆子喜欢冯唐。你分析分析啊，要是男女朋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他干嘛还说，他跟我封腾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？他没必要强调这些啊。我也是现在才明白，这男人对女人放电不一定是喜欢她，只不过是想享受暧昧时的成就感罢了。这完全是袁丽书制造的假象。我可是爱情专家，我的话不会有错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要你不为所动，那老板毕竟是老板，他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就是袁丽书习惯性的主权宣誓。他对每一个接近大老板的女人都这样，不只是对你。啊？反正不管结论什么样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老板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一路顺风。别忘了回诊。上病比上班还要准时，大老板，你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吗？谢小姐，早餐准备好了，袁小姐来陪你吃饭了。啊！珊珊，早！这么早就过来了啊？我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，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准备啊。坐。哇，这么丰盛，你还说多多包涵，我才不好意思呢。那就不客气了。其实封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，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，一般都会配合我。哦，封腾是你的，封腾是你的，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帮我洗脑。这边也转一下。哦。看看他的。哎，医生，感觉没那么疼了，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石膏哎？不行啊，伤筋动骨100天呢，还是小心为好。那这样吧，帮薛小姐去上个石膏，啊。麻烦了。薛小姐，您的药。还要吃药啊？可是我吃了药会睡觉的。那就休息啊，药是一定要吃的。不想吃。好吧，
谢谢。谢谢啊。这狗皮膏药大有功效，专治跌打损伤、消炎止痛、牙痛、头痛都有效，无副作用哦。我接下来几天贴这个就好，不一定非得打上石膏吧。既然会传照，以后每天在石膏上签上日期后，传照片给我。什么呀？人家腿都打石膏了还要管？有一次他特别坏，他给我们画猫，用那种不能水洗的笔画，画了之后我就没法写，我就不敢去上学，一直哭。我记得。丽叔特别厉害，跟他打架，好几天不理他。哎，你猜最后我爸怎么治他？用不能水洗的笔画胡子，一直画，画到我们俩的印子洗掉为止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做梦人的能力啊，比他经营管理的能力强多了。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哎，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什么意思吗？其实是搭便车，他骗我，他说这个手势可以打到出租车，结果我就发现我打了2个星期都打不到。后来被我知道之后，我就惩罚他，我说那个你必须让我搭你的顺风车，一直搭到我考上驾照为止。医生说你换药迟到了，才过5分钟，脚牙无处不在。风腾说什么？啊？丽叔啊，你跟老板是男女朋友吗？没有，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？你说我们2个都霸道又好胜，从小打打闹闹惯了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，那还得了？也是。这几天风月跟我讲了好多关于老板的事情，我觉得你们感情真的很好，像一家人一样。而且你对我也不像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，又陪我去看病，然后又陪我聊天，还带我去回诊。你对我真的很好，我觉得你都快成我的闺蜜了。珊珊，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女孩。是吗？谢谢。我已经跟亚典出版社的总编沟通好了时间，这是他的名片。这是见面的地点。哎呦，你这么快就联系好了，你真厉害！我这托朋友找了一圈也没联系上，你这帮了我大忙了，省了好多事儿。你真棒！哎，还有你照顾我们家珊珊，谢谢啊。其实这倒没什么，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哦。我只是牵个线，毕竟这个总编是我大学时的后辈，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。OK， 明白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个。好东西，家里就是这个多。那个，咱俩庆祝一下呗！我特高兴，来，碰一下 ，Real 可好喝了。谢谢。
哎，对呀，现在快到年底了，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激增。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。虽然说起来不好听，你就当是老天爷给你赏赐的假期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我会尽快回去工作岗位的。嗨，没事儿，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。阿佳，赶紧核对一下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工作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以我的资历，病假超过3天扣工资。我想回去上班。看你怎么说。我给你1个星期时间，伤没好，扣年终。扣年终？扣年终？1天的工资是，4天的工资是，然后我到职4个月，按照比例的话，什么？我年终多了57块钱，57块钱都不放过，奸商，你奸商！春节到了，要回家了。我决定把这4天工资和年终奖金全部攒下来。各位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周小薇，从今天开始接替陈娟的位置。请大家多多关照了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。如果开始是